天宫霹雳贯长空，双脉冲心破九重，200公里惊雷至，3秒破音显神功，冲压难敌龙吟素，数据链之死亡龙，玉锦云端知天网，北斗指处锁敌踪。你能想象吗？有这样一幕，夜空中2道白光呼啸而过，谁能更先洞悉对手，谁又能更快地洞穿对方？200多公里之外，一枚国产霹雳悄然锁定，而100公里之内，欧洲流星蓄势待发。但结果却是，流星被甩在了射程之外，你都没来得及眨眼，就被霹雳打了个稀碎。你要问空战何为关键？孙子兵法云：急如风，徐如林，侵略如火，不动如山。今朝我们要看的不只是导弹数据，更是以智取胜的全链路作战。印度三哥的空军价值2.8亿美金的阵风战机被击落的时候，飞行员甚至都不明白，杀死他的导弹导引头竟是10年前的库存货。今天我们将揭开这场降维打击背后的真相。中国霹雳15导弹如何用科技碾压欧洲流星导弹？印度花天价买了空中王牌，为何沦为了活靶子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赵。2025年南亚空战不仅是印巴冲突的缩影，更是中美欧军事科技的终极考场。流星导弹乃欧洲6国耗资18亿欧元打造的空战革命，为何到了实战中却沦为了慢吞吞的和平鸽儿？而霹雳15中国军工蛰伏10年的沉默杀手，他又凭什么改写现代空战的规则？这场对决的胜负将决定未来30年全球空战武器的技术路线。划重点，今天主要聊聊观众老爷们最想知道的5大困惑： 1. 流星跟霹雳的导弹射程谁更远？2. 引导头与制导方式有什么差异？3. 推进系统与中段机动性能哪个更强？4. 实战表现中究竟能有多大的差距？在印巴冲突中这流星真的是被霹雳吊打吗？正所谓层层疑云压眉间。本期就让我们逐一揭开谜底。先来看看两者的最大射程。霹雳15标准型号的射程200公里，出口版本的异形射程大约145公里，飞行速度最高可以达到 4.5 马赫以上。而流星导弹最高射程大约200公里，出口版本被阉割到了120公里，飞行速度最高可以达到4马赫以上，并具备持续推力，以增强末端机动。注意这是在流星性能上占据的一点点优势。第二个再来看两者的尺寸跟重量对比。霹雳15长度 3.8 米，直径203毫米，发射重量250千克左右。流星导弹长度 3.7 米，直径178毫米，发射重量190千克左右。可以看得出流星比霹雳小了1号。第三就是看双方推进系统。霹雳15的动力系统采用的双脉冲火箭发动机，3秒钟就可以飙到4马赫，也就是相当于1秒钟就能飞 1.3 公里，再加上2次点火数，200公里外突然2次加速，这种爆发力就是用来专治敌机的蛇皮走位。而流星导弹的推进系统则采用了固体冲压发动机，需要30秒可以飙到4马赫。咱们刚刚说了霹雳15只需要3秒钟就能飙到 4.5 马赫，而流星则需要30秒才能飙到4马赫。也就是说这两款导弹刚刚发射出去，流星就已经被霹雳15遥遥甩在了身后3倍的距离。孰胜孰非一目了然吧。还有就是射程问题流星的说明书上写着150公里射程，但是在克什米尔只剩下了100公里，这就像导弹得了哮喘跑不动道歇菜。第四来看引导与制导。霹雳15制导方式惯性导航，双向数据链中程修正，末段 AESA 雷达主动制导，导引头用国产 AESA 雷达，抗干扰性能较强。而这边流星导弹制导方式惯性导航，数据链中段更新，末段主动雷达制导，它的导引头主用 RF 雷达，具备超远距离探测。第五来看弹头与杀伤方式。霹雳15用高爆破式弹头，配合近炸引信与接触引信双重触发，而流星导弹高爆破片弹头，带 RF 近炸接触引信，碎片覆盖面广，杀伤效果均衡。第六，实战解读。印巴空战中的霹雳风采。
2025年5月7号的空战不仅仅是印巴的较量，更是中美欧军事技术的终极考场。印度砸下88亿美金购买的阵风战机，号称一架就要打4架歼20，却在实战中被单价5500万美金的歼10C 吊打。欧洲吹嘘的空战革命，流星导弹射程竟被霹雳15甩开整整100公里。更扎心的是，这巴铁本来可以击落15架印度战机，却故意放水只打5架，这不是仁慈，而是赤裸裸的技术碾压。霹雳15用射程、抗干扰跟体系协同，给全世界上了一堂现代空战课。这其中关键的原因包括巴军杀招 ZDK-03 预警机加北斗导航构建450公里侦察网。霹雳15的超远射程使巴军能在流星导弹进入时效范围前就完成拦截，而印军的困局，他们以为36架法国阵风就能碾压全场，却不知道现代空战比的不是战机数量，而是3个死亡链条。第一，预警机织就的天网 ZDK-03 的预警机如同空中大脑，200公里外就锁定所有的印度战机。第二，导弹射程代差，霹雳15的200公里超视距打击让印度飞行员到死都没有看到对手。第三，数据链杀人，地面红旗9雷达，空中歼10C 加预警机构成死亡三角，印度电子战系统全程哑火，而阵风雷达仅仅探测160公里，当驾驶员发现导弹的时候，只剩7秒钟时间逃生。AESA 雷达导引虽然更强抗干扰，流星虽具有高性能，却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不敌国产 AESA 头。可以说这波战争完全暴露了阿三的万国牌军备死穴。法国导弹加上俄制预警机加以色列的电子战，好比给自己建了一座数据孤岛，愣愣的把自己给关起来了。更别提维护的问题，阵风每个月维护120个小时，而歼10CE 只需要35个小时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还有那欧洲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真相。流星设计最大的失误就是为了兼容台风、阵风、阴湿等多平台，牺牲了30%的性能上限。而霹雳15专为歼20弹仓优化，气动阻力降低25%，这此消彼长下来，可不是妥妥的降维打击吗？这期来看看解决方案与思考，如何挑选你的空战利器。总结下来就是在理论性能上，霹雳15凭借其超远射程与国产 AESA 雷达引导头，拿下了首发优势与抗干扰网2张王牌。而流星导弹呢，凭借可调节冲压发动机，实现中段持续推理与大无逃逸区，在近中程机动与末端突防上更具弹性。实战方面，巴基斯坦空军依托红旗9加 ZDK-03 加歼30加歼10C 霹雳15联合作战链路，成功一箭定乾坤。印方流星导弹因为未能进入有效的射程，与电子战对抗中节奏完全被打乱，沦为了烟花弹，为我们上演了一出烟花大秀。这场空战更是彻底撕碎了3个军事谎言。第一个，最贵的就是好的，2.5亿美金的阵风被4000万美金的歼10C碾压，最贵的未必是最好的。第二个，数量决定胜负，印度500架战机敌不过巴军100架体系化战机，说明在现代战争中，数量已经不是绝对的参考。第三，西方装备无敌，法国军工神话被中国导弹一夜之间打了个稀碎。未来启示，中国做对了3件事，正如易经所言，势如破竹，因势用火，反者道之动。唯有持续质疑既有思路，融合新战术、新技术，方能在瞬息万变的空战格局中立于不败。未来空战不仅要看导弹性能，更要懂战术与电子战的配合。下期我们将独家解析台湾空军 F-16V 如果遭遇了歼10C，存活率能有多少？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钊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。下期我们继续用前瞻的视角拆穿迷雾，看透世界。下期再见。